我是哈特。今天的话呢，我们来讲讲在 Manaus C+6的网卡上面，然后我们做 VDPA 这种硬件加速和卸载的这种实验。我们选择的方式是 OS kernel 的这种方式。首先说一下 VDPA 的这么一个概念，这是 VDPA 这个东西的话呢，是最近才提出的。它主要是做这个硬件，就是数据通路的这个加速用的。我们知道现在数据中心里面，网络流量非常大，然后都用 CPU 处理的话呢，CPU 就不用干别的事儿了，所以网卡的话会有很多这种硬件卸载的能力，让网卡直接处理这个网络上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涉及到 CPU 怎么和网卡进行一个协调。所以的话就提出了一个 VDPA 这个 framework，这个 framework 其实是有应用层，也有这个kernel 层。这卡的话呢是一个简图，它是说在 kernel 里面的话呢，它有个 VDPA framework，它厂商提供对应的 driver，然后在这个如果是 VM 的话呢，VM 里面直接控制面，然后通过这个 framework 走，然后数据面呢，然后控制面把数据面打通以后的话，在我们的应用 VM 里面就能直接和网卡的 VF 进行数据通讯了。这个是虚机这卡是大概是这样。如果我们更关心 K8s 里面应该是未来会怎么做 ，K8s 里面的话呢，未来可能会有一个 VDPA 的这个 CNI，然后这个 CNI 的话呢会在我们的 pod 里面创建一个网口，同样的话，它也是在走控制面打开数据通路了以后，把这个网口和我们的 VF 打通，然后在我们 pod 里面可能会用一些 DPDK 的技术，然后把这些网络直接使用起来。当然了，这个是未来了，现在应该暂时还没有看到。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来尝鲜一下这个 VDPA 的这个实验。然后我们参考了那个 Manaus 的文档来做这个实验。其实 VDPA 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呢用 OS DPDK 的方式，然后这种方式的话呢，它会创建一个 socket，VM 去挂 socket。一种的话呢是 OS kernel 的方式，这是一个传统 OS 起那个硬件加速。同时的话呢，再起一个 VDPA 的 DPDK 的程序做配合，同样也是创建一个 socket，然后 VM 挂这 socket。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 OS kernel 的这个方式可能英伟达支持的更好一些，所以的话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做。刚才这个背景知识细讲的还是比较简单的，我本人的话呢也不是说完全懂，所以的话这里列了很多红帽的官方的这各种说明，可以大家来学习，一步一步的怎么学，一步一步的看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其中呢，我更推荐这个系列，这个介绍 VDPA 的这个framework 的这个系列，其中第3篇我们可以简单来看一下。它这里面会讲这个大概的背景是什么样子，同时的话呢，这篇的话呢会有详细的整个的这个 VDPA 的整个的里面的一个流程，然后数据的话呢从哪走到哪，到底用了哪些硬件功能，所以对我们理解 VDPA 里面的数据面和控制面到底是有什么区分，到底都做一些什么事情，有很好的帮助。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如果想了解这个 VDPA 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的话，可以看这里。然后这里面的话再说一个比较以前比较陌生的概念，叫做代表口，网卡代表口。我们知道网卡会有一些 VF、PF 上面会虚出一个 VF 的话给虚机用，但是在 DPDK 里面的话呢，这个网卡的话会有一些代表口，我们可以理解成控制面用的口，所以的话它里面有一些控制面的一些程序会连这个代表口，然后呢会下一些控制面的指令，然后 VF 的话呢直接是传这个数据。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这里的话呢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图的出处。然后接下来就说到我们这个实验了。我们这个实验的话是有2台主机，一台主机的话呢就有一个网卡，然后呢它的配置是99.21，然后另外一台主机的话呢是我们核心配置主机，它里面配了一个 OS 启动硬件卸载，然后这网卡上起了2个 VF 口，对应呢会有2个代表口，这个 PF 和2个代表口注册到了 OS， 然后我们会起个 DPDK 的这样 APP， 它会创建这个 socket file， 然后 VM 里面的话呢会有一个专门的这个网口，它呢会和 socket 进行个读取，然后把控制相关的指令的话下到代表口来，然后它就把它的数据通路然后打通到这个 VF 上去。
这个基本上蓝色是我们控制面，然后红色是我们的数据面。这个也是基于我当前对 DPA 的这个理解化的，后续的话也随着我理解深入的话，可能这个图会稍作修改。接下来的话是说我们实践过程。首先的话呢，我们装我们的这个我们现在用的 Rocket Linux 8.4，装完了以后的话呢，它需要一些 kernel 参数，就是 IOMU， 这是应该是这个外围设备直接读取内存的这样一些技术，打开，然后呢这个 huge 配置打开，因为这个是 DVDK 要的。弄好以后的话呢 ，GRUB 重新生成一下，让它启动的时候这个 kernel 这个参数会生效。然后这里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要起 KVM 嘛 ，KVM 里面呢，我们把那个CPU host mode 打开，当然这也未必是需要的，可做可不做。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习惯于把 swap 和 home 分区都给删了，然后直接把所有的分区都给到这个 root 这个 LV local volume， 所以的话用这个命令的话，直接就删掉，然后重启一下，这系统就到了我们需要的一个状态上。接下来的话呢，装一些辅助的包，然后去下载我们需要的这个英伟达的网卡驱动，然后呢去编一下驱动，因为我们是 Rocket Linux， 然后我们伪装成我们是 Rio 8.4，然后去装完了以后重启完了以后启动2个服务，然后把我们这个驱动里面的 RPM 当成一个单独的源加进来。接下来的话呢是要编译 DBTK 2个辅助软件，然后我们呢接下来再装这个英伟达的 DBTK 的这个版本和这个英伟达提供的这 OpenVSwitch 这个版本。装完了以后的话呢，启动这个 OpenVSwitch，把它这个路径加进来。然后因为我们需要这个 DBTK 包里面的这个 VDPA 的这个 sample 程序来运行我们的 demo。所以我们需要把上游的这个 DBTK 的这个包拿过来，然后编译完了以后呢，我们其实是要编这个 example 里面这个 VDPA 的程序。编好了以后，再把我们的 KVM 的这个软件包装上。装好了以后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就快大功告成了。我们要设置网卡参数，这个是打开 SLV， 然后把相关的这个一个传输参数打开，然后呢把我们的 VF 生成，就是一个网卡上设成8个 VF。但是这个 PCI 的 number 怎么查呢？我们两种方式，一种是 ISPCI， 然后找到这个网卡；另外一种相对友好一些，然后 LS Hardware， 然后呢它会找到这个网卡的这个 ID， 同时的话呢把这个网卡的这个interface 号也告诉你，这样的话相对友好一些。至此，我们这个系统就已经安装成了，然后推荐可以重启一下，然后把这个系统维持到一个你需要的一个状态上去。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配 OS 了。OS 首先的话呢，这个英伟达的 OS 的话缺一些 X Linux 规则，所以的话呢，我们这里已经准备好那规则了，可以打进去就可以。在项目上的话呢，你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这些 X Linux 的报警的话自己加。然后呢，我这边就写了一个脚本去创建这个 OS， 因为 OS 需要一些配置。然后这个脚本前半截的话呢是清空配置，因为我这个实验要反复做，清空配置就可以不用管它了。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开始，首先的话打开这 SLV， 然后呢把这个我这里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一个 PF 上面起了2个 VF 口，然后接下来给2个 VF 口的话呢配置 MAC 地址。配置 MAC 地址完了以后的话呢，把这个对应的2个 VF 做安放的操作，然后呢，把我整个的 PCI 的话呢，这个 mode 换成 Switch DV， 那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一步。这个默认的 mode 的话呢，应该是传统 mode 就是兼容历史的一个 mode， 所以这不对，应该是改掉。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再把这2个 VF 绑了起来，绑了起来以后的话呢，再创建我们 OS 这个 default 这个 bridge， 然后创建我们这个 OS default bridge，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硬件卸载功能打开，然后再加几个口，一个是我们这个 PF， 然后是2个代表口，就2个 VF 的代表口，然后把它们 up 起来。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的这个系统的这个 OS 相关的配置就配好了。这个脚本是需要喂几个参数，一个是我们的网卡的这个 PF 名，网卡对应的 PCI 的地址，然后呢2个 VF 的这个 MAC 地址，当然这可以随便写。
在项目中的话呢，你可能不止2个 VF，那你就需要改这个脚本，并且把这个参数来加上。然后我们运行这个脚本，然后就这个系统就 OS 配好了。然后我们启动我们刚才说到这个 DPDK 的程序，是用这个方式启动，然后它加一些参数，让这个我们的 VF 进白名单，然后呢进行互动模式。在互动模式里面的话，我 create 一个 socket，然后把它怼到这个其中一个 VF 上面，然后这块的话会有一些这个输出，然后这些输出大概是有这些输出样子以后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正常的。这里的话呢，说我们后面的话程序运行起来以后，你可以看一些状态。这里的话就把相关的东西写到前面了。首先呢，我们可以列一下我们是创建了哪些这样的一个 VBDPA 的设备。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一个 VF，然后呢，它有 Queen 应该有256个 ，Support feature 呢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应该是各个的 feature 向量啊。接下来的话，它可以在每个 VF 上面的每个 Queen ID 从0、1、2、3、4都可以，然后可以查这个 Virtual Queue 的一些状态啊。好，然后我们最后一步环境准备的话呢，就到 KVM 了，我们要创建 KVM。然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 KVM 要读，我们有一个网卡要读那个 socket，那个 socket 的话呢，它是 root 创建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QEMU 的用户改为 root，不然的话读不了。这里有一行这个配置，直接改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呢，因为我们刚才那个架构图也知道，我们是想那个虚拟机能够连外网，这样我们可以比较方便的 SH 进去能够管理它，所以我们创建一个 bridge。这个 bridge 的话呢，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创建。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创建一个虚拟机，因为我们没有之前没有虚拟机，所以的话呢，我们直接用 VM install 这个方式从一个 ISO 直接来装。然后呢，它呢这样的话呢，会默认的话就会把我们这样一个 VM 装好。装完了以后的话，我们是需要配我们 additional 的那个网卡，那个网卡就是要走我们 VDPA 的这个网卡。首先的话呢，我们创建一个 char DV，然后呢，它是对应到我们这个刚才 socket 的。然后接下来的话，创建一个 net DV，然后呢和我们刚才那个 char DV 对起来。然后在最后的话呢，我们创建一个网卡设备和我们之前的那个 net DV 对起来，同时的话给它分配什么 MAC 地址啊、PCIe 的这个总线的号啊什么的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网卡就对上来了。网卡对上来以后的话还没完，因为的话呢，我们这个里面它是和外部的一个 DPDK 的一个程序所对接的，所以的话呢，它里面的话有一些 CPU 运行参数要改。然后这块的话，我们只能手工改了。我们可以进到用这个命令，然后去改我们这个 KVM 的里面这个参数。这里面的话呢，就是要把这些参数贴进去。这个的话，CPU 绑定到核上去，然后这样的话是 CPU 的 NUMA 的意思。这个 NUMA 里面的话呢，它的相关的这个内存是和两个 CPU 之间是 share 的这样的关系。然后这样的话呢，做完了以后的话呢，我们这里会提供了一个全套的实验环境里面这个 KVM.xml dump 这个配置，方便我们大家是未来自己需要的话呢，进行一个排错。这个 dump 可以拿去排错。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赶紧试试了。首先我们在 KVM 里面的话呢，把那个它会识别出一个网口，这个网口的话，我们先把它 IP 地址配出来。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在外部哪个主机上面把对应的网口也把 IP 地址配出来，一个111，一个211。然后我们在 KVM 里往外拼21能拼通。然后这会儿的话，我们就用简单的 TCP dump 来抓包啊。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抓包有好几个位置。首先的话呢，代表口上能抓到 pin 包，一来一去。我们在 PF 上能抓包，能抓到4个包，一个是 IP 的拼来拼去，一个是 ARP。但是在那个 VF 上面是抓不到包的。有说的话，这个 VM 因为是全部 offload 了，所以抓不到啊。然后我们把这个 dump 出来的包拿到 WhereShake 里面去看看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从代表口上抓包，抓的是2个 ICMP，然后它里面的这个包都是标准的 IP 的包。然后这个是在 PF 上抓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2个，然后 ICMP 和 ARM，然后它是抓了4个包，然后这卡的话只能抓到这几个包，其他的包都 offload 了，所以的话呢没有后续的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ping 其实 ping 了好多次，后面的全部是 offload 的 OS 流，然后已经流表下到网卡了。
然后为了验证流表的话呢，我们这块来了个命令，然后这个是 dump flow，然后呢，我们把 OVS 这个 overload 这个流表拿出来一看啊，确实是这个它已经 dump 好了，dump 下去了，然后它是两个就是 IP 包，就是 ICMP 一对儿，ARP 是一对儿。然后看到流表以后，其实我们还想再看什么呢？我们还想再看它是和 TC 什么关系。那我们直接把 TC 拿出来看看，然后我们在 TC 的 filter 里面看这个，从代表口上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 IPv4 的这么一个包，这个应该是这个 pin 包，然后它已经是in hardware 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去看刚才是入流量，然后我们看出流量。刚才入流量少说了一个，它其实干的是入流量是干了什么呢？干的是mirror 到我们的这个 PF 上去了啊。然后我们再看出流量，出流量有俩规则，一个规则是 IP，然后已经卸载了，然后它干什么呢？也是mirror 到我们的 PF 上去。另外一个话是 ARP 的包，也是硬件卸载了，也是 mirror 到 PF 上去。然后这里的话呢，再看一下它的 QDisk。就是队列，然后看我们代表口上队列，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有一个 ingress 的一个队列，有一个这个标准的这个应该是多队列一个均衡的一个承载器。行，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就把这个实验做完了。后面的话呢，列了一下我们当前的环境，为了回忆一下这个我们实验，或者说做一个参考。首先的话呢，我们在105上，就是那个有 KVM 的速度机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两个 VF， 这个是我们的 PF。然后同时的话，它呢可以看到两个代表口，两个 VF 口，然后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它的OVS，然后show，然后可以看到，然后它里面的话呢有 PF，有两个代表口，然后在那个 KVM 里面就比较简单了，它是有看到两个 interface，然后也就这样。行，然后今天的话呢，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在这个用 Mellanox 网卡，然后做一个 VDPA 这个数据通路加速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关注、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如果你有什么想了解的内容，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